你往前来，他显得脸还大一点。现在好，我帮你衬托一下，行吧？今天你要给我讲哪一个？大家好，嗯又到了晚上读经的时间了啊，因为我有3个孩子，很忙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晚上孩子都睡觉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时间用来就跟我老公一起读读经， OK，理解一下这些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读这个路加福音的第15章啊，然后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一节，因为这个也是我之前去教会的时候，牧师专门给讲了这个故事，我是印象很深刻，所以我就选这个章节来跟你一起来学习。好吧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。浪子的比喻，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要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一个仆人过来，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父亲说，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，他一来了，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你听了这个故事有什么感受呢？我很纳闷。他这个故事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我们宽容，还是要我们怎么样？那肯定有宽容在里面。那对他大儿子明显不公平。宽容慈爱，我觉得是纵容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吧，他失而得福，就是他又重新活过来了，无病无灾的回来了，他父亲就认为是好，对吧？对。那如果我现在把家里钱拿走一半，我出去逍遥快活找女人，过几年钱都花完了，我回来找你，你要对我宽容吗？哎呦，你这样说哈？对啊。就是其实你这个思路的话，跟我当初是一样想的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觉得就是类似于纵容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啊？对啊，我觉得不太现实啊。这个感觉有点生在理想里面，理想的环境里面，是吧？那你说他哥哥就这么没有意见了吗？家里面会不会因此埋下矛盾呢？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按照西方人的价值观，是不是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？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人的价值观，这种家庭观念，即使说暂时他爸爸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了，
他的哥哥、他的嫂子呢，能没有意见吗？家里面肯定就埋下了这种乱套了，是吧？对啊，这种矛盾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超脱现实了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不好理解，对吧？不好理解。其实刚开始我也不好理解，嗯，现在啊，也需要好好去理解。说白了你还是不理解，就是吧？被问住但是我了会，慢慢又不好意思去承认思。考它，因为它是个比喻嘛，浪子的比喻，啊，它是一个打比方的嘛，嗯，是这样子。那怎么说呢ChatGPT 怎么说呢？ ？GPT 怎么说啊？每个人都有迷失的时候，上帝的爱是主动的，是无条件的，是吧？那父亲的爱、父母的爱是主动的、无条件的，这个我也认可。它是这样，它这是一个比喻嘛，在这里面其实父亲的这个角色就是神、上帝，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迷失掉了，离我而去了，只要你有悔改的心，只要你有悔改的心，你想回来 ，OK， 神永远都会敞开他的怀抱等你。那我再问你，你能做到吗？你是说我出去找女人，过几年再回来，你还对我那个吗？他说你们不说了吗？他在外面花了钱又找了娼妓，对不对？那他的父亲还对他这样，OK， 他是父亲，那太太能做到吗？老婆能做到吗？这个我没有想过哎。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会不会有点迂腐呀？就是感觉这个对于这个人的宽容性，一个很高很高的要求，反而这种犯错的人呢，你要去接纳他，是吧？当然我也很喜欢这样的，就是说有人谁都可能会犯错，对不对？那有些人在外面之后，他散尽家财，他历尽了很多的磨难，他终于就认识到了，确实是浪子回头了。但是实际上现实不是这样子的，现实你会面临很多的纠葛，是吧？你家庭的关系啊，是吧？这个人的心态啊，是吧？他会不会真正的就变好？你原谅他，他就一定变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在我的理解是这样子，他前面是怎么讲？他内心有悔改，有悔改之心，因为在神的里面是这样想，就是说你有悔改之心，他就有怜悯之心对你，OK 可以，你比如说你回来之后，哎，你又跑出去了 ，OK let it go，就是这种怎么讲，就是无条件的吧，无条件的。对，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说无条件没关系，但是如果说在家产它本身就是分为两个兄弟的，是吧？拿着另外一个兄弟的应得的家产，他没有啊，他是拿他支持，他是分给每个人都有的呀。对，他已经拿走了呀，然后回来你看，到大哥每天很认真的干活，是吧？都没有拿到一只小羊羔，和他朋友一起快乐，说明他们虽然说家里有钱，实际上只是那个时候的地主，那个时候的地主也不是说想吃羊就吃羊，想吃牛肉就吃牛肉的，不像我们现在，对吧？他的父亲并没有这么对待一个好的儿子，反而对你说，反而这个浪子回来了，他对他这么好，然后以这个故事来要求我们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宽容之心，我觉得还是有点难以接受。所以说还需要像你这个心灵还是需要继续净化。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不能接受的东西，就是你的一个难点的东西。但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个故事我也查过一些，因为我开始也不太懂嘛，我也查过一些为什么，我觉得也不公平。刚开始看不公平，对。但是我查的话，比如说他这个大儿子这里，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对他大儿子这么不公平呢？其实他这个内部就内涵呢，还有一些意思，就是说，他大儿子每天和他在一起，就是他虽然他的身体，他的人一直和神在一起，或者和父亲在一起，但他的内心，没有对神有足够的这种怎么讲，就是敬畏也好，足够的爱也好，
它是有这层意思在里面的，懂吗？就怎虽然么还有这种意思啊？那人家好好干反而有错了，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反而不是的，啊，不是那样子的，他就是拿这样一个做比喻嘛，就是一种是，小儿子的悔改，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可能会迷失，就像我在教会说，我们那个讲道的牧师也讲，我曾经 I lost several times，我曾经迷失过很多次，OK，我离神远去了，，OK，但是当我内心回归到神的这里的时候，神还是无条件的接受他，是这样。我觉得接受归接受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说，他们家你过来之后，我给你一碗饭吃，是吧？就好像现在在美国这个环境，是吧？发达国家，你给这些 homeless 这些人，是吧？不管你怎么样，都会给你饭吃，都不用登记你的名字，都有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，对吧？就是这也是一种宽容，这也是一种慈爱，对不对？但是不能说让那些努力的人过得比这些人还差，那这样就不好了，你说是不是呢？那你对他这么多的慈爱，是以剥削另外一个认真的一个努力的一个人为基础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除非说那一个人他得到他应得的尊重也好，财产也好，快乐也好，你这边呢给你最低的保障，是吧？作为一个浪子给你最低的保障，但是你不能超过那边。如果你要超过那边，那好，在你能够吃饱饭的前提下，给你机会你自己去努力去争取。我有一点点理解为什么就是像你这种中年男性如此之理性啊。怎么讲？因为我去看这些东西，我会更多的有感性在里面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内心有那个预设，神爱世人无条件，接纳，怜悯之心，慈爱之心。OK，拯救，就神是来，就像耶稣是背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而死。OK，但是像你的话，就是我们俩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里面的，你懂吗？但是我觉得你这想的很多东西也是，它本身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嘛，是不是啊？不同的背景也有不同的理解嘛，对，是的，这样无可厚非，对吧？对。OK，那这一集就先到这儿，看看我们的视频的读者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观点，也欢迎跟我们来讲一下，因为我们都是一些，他也是初学者，我呢还没有入门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抛砖引玉，大家有什么样的是不断学习，对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，关于这一个故事有什么观点，欢迎跟我们提出来沟通交流。Yes，谢谢，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